另一方面，脱欧后的英国也开始力争在国际舞台扩大影响力。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二发表脱欧后首份外交及国防政策报告，这份报告为英国政府未来10年的施政方针创建了框架，被认为是自冷战结束30年来对英国外交和防务政策最大最全的一次评估。报告提出建设全球化英国，设立了4大目标，即通过科技保持战略优势，塑造未来开放的国际秩序，增强在海内外的安全与防御力量，打造在海内外的韧性。最值得关注的是，报告明确提出寻求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削弱中国的影响力。报告认为，俄罗斯仍是活跃威胁，且妄称中国是英国最大的国家级威胁。英国卫报统计，评估报告中提到中国29次，远超排在第2名的俄罗斯的14次。约翰逊的发言人称，为应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所谓威胁，英国将解除核弹头储备的上限。报告显示，英国将把核弹头库存上限增加40%以上，由目前的180枚增至260枚，实质上终结了苏联解体30年以来逐步推动的核武裁减运动。实际上，英国近年来一直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约翰逊在脱欧后的首次外访就定于下个月去印度。英国政府还提出要在印太地区部署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2017年服役，是英国皇家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舰。实际上，自2017年以来，英国几乎每年都放话说要派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巡航南海，而实际上，不仅该航母本身问题多，而且这个计划也多次被吐槽。去年7月，英国海军又宣布将于2021年年初将伊丽莎白女王号派往南海，与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开展演习，以配合所谓遏制中国的计划。但航母还没出港。一名退役英军军官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舰载电脑使用的是早已停止维护的 Windows XP 操作系统，极易遭到黑客袭击，因此该航母可能遭到解放军的网络攻击。这名军官还宣称，这类攻击不会导致航母沉没，但可能带来严重的声誉影响。但英国民众指出，比起伊丽莎白女王号脆弱的电脑，英国海军更应该担忧这艘航母的质量。近年来漏水事故不断，无法担任起英国未来远洋主力的重任，还被英国媒体讽刺为水帘洞号。近年来，英国在印太地区着力颇多，尤其将重点放在了防务方面。2015年1月，英日两国首次建立了2+2外交和防务磋商机制。2016年，英国空军编队在参加英日联合军演后，又参加了美韩联合军演，成为首个参加朝鲜半岛军演的欧洲国家。尽管英国提出了一些所谓雄心勃勃的想法，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眼前的状况并不能让人乐观。一方面呢，英国脱欧以后它的这个经济贸易、投资方面呢，实际上面临很大的困境。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现在英国实际上是强撑着要去搞这个军事建设。英国也必须意识到现在的这个环境，现在的国际环境，包括它自身能力的配备，实际上相比以前呢，所谓的日不落帝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在新的形势下，如果还要做一场旧梦我想这个未来的尴尬可能只能英国自己去体会了。尽管报告频繁提及所谓中国威胁，约翰逊在对英国下议院的演说中仍强调会继续与中国合作。至于英国一些政客提议应该将英国经济和中国完全切割，约翰逊则对这些杂音进行了反驳。Those who call for a new Cold War on China or for us to sequester our economy entirely from China are, I think, mistaken. We have a balance to strike, and we needed to have a clear-ey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英国因为历来它的外交传统呢，就有很强的这个务实的这个所谓作风，在这个务实外交的背景下，英国方面呢是不会放过和中国合作的利益。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中美马上要举办阿拉斯加高规格会谈，可会谈参与者之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频频在台湾问题上发难，比如帮台湾稳定南美唯一所谓友邦巴拉圭，强调巴拉圭抗议多跟台湾这样的民主伙伴合作。您对此如何评价？作为马上要和我们参加阿拉斯加峰会的美高官，布林肯这时候趟台湾的浑水，特别是他的电话里提醒巴拉圭要注意跟台湾这样的所谓的邦谊，足见什么抗议合作，什么民主伙伴都是幌子，根本的目的是替台湾强出头，为其保住
在南美洲仅存的友邦。耐人寻味的是，布林肯在同中国高层见面时来这出戏，台湾牌打得也够狠，毫不顾及中美难得的高层对话气氛。但是呢，我提醒台湾和美国的某些人注意，形势比人强是颠覆不破的道理。世界潮流和国际基本认知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无论美国如何给台湾背书站队，死不承认一中的台湾只能把朋友圈往死里整，直到后来形影相吊。你不信，请看去年发生的事情吧。假借台北法案的规定，当时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要暂扣向世卫提供的资金，报复世卫拒绝把台湾当成非主权类的非正式成员，不给台湾参加世卫会议的邀请。可结果怎样？地球照转，美台照吃瘪。我特别希望台湾同胞看清这一点。布林肯，当然还有未来更多的美国政治人物，只要他们心思动到台湾身上，嘴里说着爱台挺台，可根本上是爱美国自己，毒化两岸关系，刺激台海对立，跟台湾人民的福祉毫无关系。我说这些是有根据的。就拿布林肯这次打电话的巴拉圭来说，美国每年的军援金援加在一起不到1个亿，台湾给巴拉圭的钱是美国的几倍，可这个国家照样不领情，因为他们早就意识到自己在对华关系上被美洲伙伴甩得很远，守着台湾孤岛谈友谊，却丢掉自身发展的大机会，尤其是跟国际主流认知背道而驰。改变对台关系的想法从巴拉圭的高层到民间非常普遍。今天美国强力摁压巴拉圭去跟台湾搞所谓的民主的、法治的、照顾大众的抗疫合作，怎么看都是没有感情的交往，也注定是没有效果的工作。美国在中国身上打台湾牌，而美国铁杆英国则对中国拼命打民主牌、香港牌乃至印太牌，甚至脱欧之后呢，继续鼓动欧盟跟自己进军印太。您对此如何看？当今的英国外交不仅推动西方阵营把过时的 G7 集团改造成 D10民主十雄，更要跟中国来争夺国际影响力。在军事上呢，他又要向南海派航母，还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干涉我国主权。英国冲得这样猛，无外乎被约翰逊所谓的全球化不列颠思想所定义。首先，英国主政者内心的日不落帝国旧梦没有彻底清醒，对历史上经略远东、殖民香港等等所谓好日子念念不忘。政界呢，有人希望通过发声发力，能够外树救主之名，内聚民族情感。从实际利益上看，这还能为英国带来资金和人才。比如他们深造的香港居民 BNO 问题，无不体现了这种投机思想。其次呢，英国去年底同欧盟达成了过渡协议，界定了英国正式脱欧后的英欧关系。可当此之际，原本支持英国脱欧的美国特朗普丢掉了权力，英国一时处于美欧两不靠的状态。为了避免边缘化，英国要在国际上彰显自己依然关心世界，而且能影响世界。第三呢，就是英国首相约翰逊的个人在起作用。因为过去几年跟他同一辈的西方，特别是欧洲政要相继进入了跛脚阶段，自己牵头露脸的机会无形中就多了些。约翰逊希望用这个时机造成英国在西方仍有资格举旗发令的势头。这一切刺激了一贯不按常理出牌的约翰逊，不理智地把自己的发力点选择了印太。实际上，英国或者更多的欧洲国家入局印太，骨子里是怕中国强大后把这里划成自己的地盘，不让他们来了。这一点曾在美国身上发生，因为他搞出过门罗主义。其实呢，欧洲人小看了中国的战略格局，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不够的。一方面，中国不会划排他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呢，中国会把主权安全的底线守得牢牢的，绝不允许外部势力触碰我们的核心利益。好的，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